走在路上，如果突然被人冷不防的对你拍照，你会有什么感觉？如果觉得不舒服，那我们可以怎么办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肖像权吧。现在下载 Hami Video App 并进入 CAT 网红馆，你就可以在这个为台湾新媒体创作者打造的全新平台，独家抢先看到许多优质的创作内容哦。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在网络时代，随手用手机拍张照，再上传到社群平台，把今天的心情分享给朋友，是很多人的日常。但有的时候这样做可能会引发争议。比如你在拍照的时候，有路人经过，他可能会觉得，因为你的照片有拍到他，所以他有权要求你把这张照片删掉。又或者是有些网友看到觉得长得很好看的路人，会偷偷拍人家，然后跑去论坛请其他的网友帮忙神这位正妹或帅哥的 IG。在这些案例当中，有时候是被拍的人会觉得被侵犯了，觉得不舒服。有的时候是拍摄者会认为自己有拍摄的自由，其他人不应该干预。事实上，这些拍别人的脸的行为都跟肖像权有关，但到底肖像权是什么？从法律上来看的话，什么样的情况算是已经踩线？什么时候又是法律保障的拍摄自由呢？在正式进入今天的影片之前，先让我们来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有诚心发出邀请却被拒绝的经验吗？如果孩子也遇到这种挫折，觉得很无助，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或许你可以透过芒狗狗绘本《你们让我好生气》跟孩子一起讨论。故事中，芒狗狗因为班上同学没有出席自己的生日派对，对大家生闷气，而在老师的引导下，芒狗狗学会分辨各种被拒绝的负面感受，找到情绪的源头，并试着重新面对朋友。这是一本主题跟文字都比较深入的桥梁书，不仅能让7到12岁的孩子开始练习从图像转换到纯文字的阅读，也能够让爸妈跟孩子一起讨论消化情绪的方法，沟通邀请不等于接受的观念，也肯定他们发出邀请的勇气。目前呢，你们让我好生气在芒狗狗官网有各项的优惠活动，输入G77折扣码还能够再打9折，现在就赶快点击资讯栏去看看吧。为了保护一个人可以有尊严的生活，法律赋予每个人都有人格权。人格权简单来说，就是要确保一些跟自己有关或者可以代表自己的东西，像是名誉、隐私、信用等等的权利，不会被别人随便的侵犯。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肖像权呢，也是从人格权衍生出来的概念。而肖像指的就是每个人五官的图像，像是照片啊、绘画、雕塑等等，只要有露出一个人的五官，都属于肖像的一部分。所以肖像权就是每个人都有权利可以决定这些上面有自己肖像的图像能不能够被制作，或是后续怎么使用。不过并没有一个法律条文直接说大家都有肖像权，目前也还没有法律很明确的说什么情况下会侵害肖像权。而这些肖像权的概念呢，都是透过法律的判决从人格权里面慢慢界定出来的。所以如果想了解什么是肖像权，就会需要从以往的判决去了解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法院会认定这是侵害肖像权的行为。法院曾经整理出3种比较常见会侵害到别人肖像权的行为。第一种是肖像的做成，像是拍摄啊、绘画、雕塑别人的肖像，只要单纯的制造出这些含有别人肖像的作品，这个制作的行为本身就已经算是侵害肖像权，不一定要公开这些作品才侵害到别人。而第二种是肖像的公开，这个就比较好理解了，就是把别人的肖像放在电视啊、网络、新闻杂志等等一些大家都看得到的地方，也可能会侵犯肖像权。而第三种是以盈利为目的使用他人肖像，像是把别人的肖像弄成商品来贩售，或者是把肖像放在商品旁边当成是推销商品的用途等等。法院认为如果没有先得到肖像权人的同意，就去做刚刚讲到这3种行为，都可能会侵害到别人的肖像权。不过虽然这边行为是列出来了，但有的时候当事人有没有同意，并不是最后法院判定有没有踩线的标准，大多数的时候呢，还是要由个案来判断。虽然刚刚画出了3种可能不 OK 的情境，但最后有没有踩线，法院通常还是会有一些综合判断。而这些判断的标准可能包含了1、使用肖像的目的是否正当；2、取得肖像或是公开肖像的过程是否合理；3、有没有影响到对方的名誉等等。举例来说，之前曾经有电视台的记者跑到警察局去拍公众人物酒驾被抓的照片，然后把这个照片弄成报道素材。后来这个公众人物呢，就告这位记者说侵害了他的肖像权。不过最后
法院认为公众人物犯法是可以受到媒体和社会评论的对象。报道的过程当中，虽然这个公众人物的肖像被公开，但这个报道具有公共利益，所以认定没有侵害到他的肖像权。而另外，双方发生争执的时候，为了保存当下的证据，拿出手机录影，这通常呢也会被认为是合理的使用目的。但如果之后公开肖像权的过程，法院认为不合理，例如拿到网络上面公审带风向，严重的破坏对方的名誉，有可能就会踩线。而再来，如果我上传一张街拍，里面出现了很多路人，但因为看不出来想要拍摄哪一个特定对象，画质也不清楚，也可能会被认定没有侵害到肖像权。所以像是我们为了记录生活，或是单纯心血来潮想要拍一张好看的街景，但拍到路人，一般来说法院会认为这还算是合理使用的范围。那说到这里，我们要稍微的岔题一下，分享一些比较明显已经侵犯肖像权，甚至容易会触犯到其他法律的状况，像是偷拍别人的裙底，或是比较私密的部位，可能会触犯刑法的妨害秘密罪。如果跟拍别人造成对方的不舒服，也可能会违反性骚扰防治法。而另外，如果拍路人的照片又po上网，还附上了对方的个资，例如名字啊，或是 IG 账号的话呢，也可能会违反个资法。这些案例几乎都没有经过当事人同意，而且拍摄的目的、公开的过程都有点难被认定是合理的，所以踩线的事实通常也都相对明确。但撇除这些比较明显有问题的状况，我们刚刚说到，就算对方同意给拍，也不代表拍摄者就拿到免死金牌。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案例呢，法院还是认为侵犯了肖像权。在得到对方同意可以使用他的肖像之后，法院还是会衡量你使用肖像的方式有没有超过他同意的范围，或者如果把对方的肖像用一些会损害他的方式呈现，都还是会可能侵害到肖像权的。举例来说，曾经发生过有人同意被拍摄，但摄影师拍完照片之后就擅自的把照片拿去出版贩卖。事后法院认为这位摄影师呢虽然有照片的著作权，但被拍摄的人依旧呢可以主张他的东西要怎么被使用的人格权。比起保障财产的著作权，法律更注重应该要优先保障人的肖像权，所以最后法院认为摄影师的行为侵害了肖像权。而再来把别人授权的照片拿来乱 P 图，也可能会侵害肖像权。这个时候法院认定的方式呢，就可能会看这张 P 图有没有损害别人的意思。比如曾经发生过，如果把别人的脸 P 在裸体上面，这就侵害到肖像权。但也有人把对方原本同意拍摄，手中呢拿着信用卡的照片 P 成改拿钻石，法院就认为这样子没有负面的意思，没有侵害到肖像权。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有没有侵害肖像权，好像都只能事后等法院来认定。那对于拍摄或是被拍的双方来说，那有没有一些做法可以事前保障自己的权益呢？其实有没有侵害肖像权，主要呢还是要看当事人有没有同意，而这个同意通常也会需要具体的证明。所以对于拍摄者来说，最保险的做法就是主动跟被他拍的人事先签一份肖像权同意书，而这份同意书里面呢，需要有肖像权人的姓名，还有基本资料，他要授权给谁，这个照片会用在什么地方，会不会放到公开的平台，能不能够进行后置修图，可不可以拿来做商业用途等等，都要尽可能的具体的写清楚。而此外呢，也可以注记一些补充事项，像是拍摄过程当中需要进行的注意事项或规范等等。不过对于很多无预警就被路人拍摄，甚至是被刻意偷拍的人来说，这种方式就很难保障他的权益。那这个时候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救济的吗？这边我们要先讲一个结论那就是如果遇到突然有人拍你，那要在事前或者当下救济自己其实蛮难的。就像刚刚说的，一般来说呢，法院会认为在公开场合拍照并没有超越合理的范畴，不太会违法。会踩线的状况呢，通常是他对着你一直拍照，或是偷拍一些私密的部位。而这个时候因为已经有违反性骚扰防治法或是刑法的疑虑，所以当下最好的做法呢，就是立即报警并且搜证保护自己。但如果对方的动作没有这么明显，看起来算是正常的拍照，但你不想要被他拍进去的话，我们当下可以做的可能真的就是上前告知对方，我不想要被拍到，请你把有我的照片给删掉。如果对方当下拒绝你的要求，事后还把这些照片或影片放到一些公开平台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搜集这些证据到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要求对方下架。如果这个照片已经造成了名誉上面的损害，还可以要求登报道歉。但走到这个程序通常都很麻烦，而且搜证不止困难可能还要看运气。而另外有些比较极端的状况是，有些人不知道自己被偷拍，突然看到自己登上表特版，然后还受到了很多网友的肉搜骚扰。那这个时候呢，法院就可能比较会认定这些是情节重大，可以请求精神赔偿。
在进入观点以前，我们要先谢谢大家把影片看到这里。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这一期，请记得按一下订阅，开启小铃铛，才能够固定收到我们的影片通知。而在这边，我们也要特别的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因为有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跟大家一起研究各式各样的问题，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在外面拍照、录影、发现实动态，已经是很多人生活当中都会做的事情。撇除一些很明显踩线、有性骚扰或者妨害秘密疑虑的状况，我们觉得一般路上的街拍那个界限确实是有点难抓。平心而论，我们相信大部分的人如果是在路上不小心被拍到，成为别人照片中的背景，一般来说呢，应该都不至于会太介意。大部分人最在意的可能是怕对方把这个照片拿来做奇怪的运用，又或是担心之后这张照片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困扰。所以我们自己是觉得基于尊重保护彼此权益的立场，如果你的拍摄主角很明显就是某一个特定的人，包含一般路人帅哥正妹或者是网红明星，然后你又真的很想拍他，最好还是事前礼貌性的上前询问，先取得对方的同意吧。好的，那最后想问大家有没有在路上突然发现别人在拍自己的经验呢？我有遇过，虽然不是偷拍，但觉得有点不自在，也不知道该不该阻止他。B 我遇过偷拍的，感觉很不舒服，但当下完全傻住了，不知道要怎么办。C 应该没有吧，我很少注意，或是被拍了也没有很在意。点其他留言分享你的经验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什么是肖像权。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偷拍以及底片相机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